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密室大逃脱，蜜桃小队全员爆改打工人，徐凯和大张伟花式卖衣服。几日前，米斯特瑞把出现一条匿名帖，发帖人声称自己曾醉倒在了已经停运的蜜桃东站，迷迷糊糊间竟然看见候车厅凭空出现一辆444号车，还有好多诡异的东西，十分吓人。蜜桃特调小队因此又有了新任务，需即刻出发，前往已经停运的蜜桃东站，调查神秘事件背后的真相。车站情况悲调，蜜桃东站因位置偏僻，人烟稀少，早已停止运营，所以售票窗口以及车站大厅已经不对外开放了，只有除商业街仍正常营业。在这次任务之中，陈哲远终于回归蜜桃小队，又有萌新成员张佑浩的加入，他们与周笔畅、大张伟、许凯5人组成了新的特调小队。不仅如此，张佑浩虽然是新人，但在测试之中获得深海巨坦，为他大胆的称赞，也因此成为了本次任务的队长。5人下车之后，其他人都因车站静谧的环境而警觉地用眼睛四处巡视，只有张佑浩大步流星地朝着车站的大门走去。果然是大张伟认证的巨坦，胆子真是大呀！车站大门虽然紧闭，却并没有上锁。几个人打开门后，发现车站内一片漆黑，所有人都开始呼唤队长，自觉地将张佑浩排在了第一位。虽然特调小队全员进入车站，大门被关上之后，车站陷入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陈哲远和徐凯已然瑟瑟发抖，尤其是陈哲远，不是缩在大张伟的怀里，就是紧紧抱着大张伟的大腿，肉眼可见的慌张。更恐怖的是，他们刚刚落座没多久，就发现不远处的地上疑似一具尸体，不知何时被摆在了地上。纵然是深海巨坦，也被突然坐起来的尸体给吓得节节后退。结果是虚惊一场，只是一个在车站安了家的热心大叔，虽然睡觉被搅和了，却还是为特调小队指了路。按照这位大叔的指引，特调小队进入了一个放置着一辆疑似已经报废的小巴车的房间。当他们缓缓靠近小巴车时，又被车上突然响起的广播声给吓了一跳。更吓人的是，广播竟然要求特调小队上车，全员上车，并系好安全带后，车外和车内接连惊现狂暴男子，将众人吓得尖叫连连。当周围终于安静下来之后，车头处又掉落了几张游戏厅的传单，指引他们走进商业街。值得一提的是，宣传单上有一个十分诡异的血手印，且手印明显手指不全。这只是刚刚开始，陈哲远和徐凯已经汗流浃背了，进入密室的胆小鬼真是怂得可怜。还没进入商业街，众人便目睹一个人一身狼狈的被2个人丢出来。那人苦苦哀求，可怜兮兮，但那2人丝毫不留情，依旧凶神恶煞。可奇怪的是，当那2人离开后，这人不焦急于自己的钱财被夺，只是迫切地想要拿回那张444号开往极乐之的票。为继续探查真相，特调小队正式进入商业街，而迎接他们的依然是一片黑暗。幸运的是，当他们真正走进那空无一人的商业街后，大厅的灯光突然亮起，为他们驱散了恐惧。商业街里的美食总是格外诱人，一家快餐店率先吸引了大张伟和张佑浩的眼球。当他们发现快餐店内有的人时候，便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快餐店内惊现重要线索，留言板上的信息指出，宣传单上的血手印可能来自于一个叫小宝的孩子。在快餐店老板的指引下，特调小队顺利找到了游戏厅，只是他们正在寻找的钱包，此时已经落入到了游戏厅老板的手中。但想要进入游戏厅，
需要支付600蜜桃币才可以。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大张伟立刻决定，这游戏厅不进也罢。周笔畅却很清醒，意识到想要解锁游戏厅的地图，就需要在商业街内赚钱。谁能想到啊，原本是来调查神秘事件的特调小队，竟然在这里要开始打工赚钱了。目前整个商场里只有服装店和快餐店在招聘员。服装店需要时尚敏锐度，这个条件差点将特调小队全员劝退。虽然大张伟全身上下都写着不想上班，却还是拽着徐凯回到了服装店。快餐店需要3个人，所以周笔畅、陈哲远、张佑浩全都去找快餐店的老板了。蜜桃特调小队报改打工人，各行各业各有各的不易。周笔畅、陈哲远和张佑浩面对快餐店层出不穷的订单，倍速开工，忙得焦头烂额。大张伟和徐凯面对服装店老板娘指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却一本正经地说这里到处都是人，吓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最令人猝不及防的是，当徐凯走到门口开始吆喝起来的时候，真的有顾客上门了。大张伟瞬间开启忽悠模式，情绪价值给到位，卖力推荐。为了推销衣服，亲自上阵试穿，精心挑选装扮，简直是创意无限。脑洞大开，毫无底线，果然是天选打工人，王牌推销员。这边2个人轻松拿捏顾客，另外一边的3个人可就是妥妥的受气包了。快餐店订单又多又急，很容易就超时了，再加上咄咄逼人的顾客，真是打工不易呀。好在周笔畅不内耗，懂得安慰自己。陈哲远靠着一副好皮囊，成功令顾客熄了3分的火。好不容易结束了快餐店的打工，3个人一共赚了200蜜桃币，明显对工资很不满意，便开始分头在快餐店翻找，看看有没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蜜桃币。陈哲远直接盯上了快餐店老板张佑浩，一看陈哲远动手了，赶紧跑去帮忙，2人就差将明抢这俩字写在脑门上了。此时，另外一边的徐凯和大张伟凭借口才和创意为服装店创收，最终赚到了500亿蜜桃币。2支打工小分队好不容易赚够了进入游戏厅的门票钱，却没想到游戏厅的门票分午场和夜场，而夜场的价格比午场要高。忙了半天还没攒够钱，特调小队直接耍赖，坐在游戏厅门口，却遭到了驱逐，体验到了有钱才是顾客的残酷现实。急于赚钱的特调小队遇上了刚刚开门营业的手机维修店，立刻跑去毛遂自荐。但令他们最意外的是，原来小宝竟是手机维修店老板的儿子，并且提到儿子，老板闪烁其词。不过，在维修店成功解谜成功的特调小队，却成功获得了蜜桃币，终于可以进入游戏厅探查了。一进游戏厅，徐凯就被桌球给吸引了，帅气的一杆进洞，深圳桌球小王子名不虚传。当特调小队答应和老板玩神秘游戏的时候，游戏厅的工作人员突然清场，并请出了老板，气氛瞬间变得严肃了起来。神秘的猜牌游戏也似乎暗藏玄机。经过连续多次的游戏失败，特调小队终于找到了规律，赢了游戏，拿到了钱包中的车票。不过游戏厅老板此时也对他们十分刻意地提醒了一句：有胆你们就去吧。顺利拿回钱包之后，游戏厅门口那个狼狈的人却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卑微地恳求特调小队拿上车票去往极乐之的帮他取回一瓶可以救命的水。水能救命已经很离奇了，更神奇的是，这个人拿出的信物赫然就是手机维修店老板手中的那个铃铛。不同的是，这个人手中的铃铛已经摇不响了，所以特调小队必须潜入手机维修店，拿到那枚可以摇响的铃铛，才能顺利登上444号车。
经过一阵头脑风暴，成功解开密码锁后，特调小队得到了万能解锁器。然而，手机维修店的门还没有被打开，商业街的灯光突然开始熄灭，恐怖氛围再次袭来。突如其来的小女孩的笑声，一阵阵的诡异闪现。徐凯抱着头认错，陈哲远颤抖着后退，就连铁坦张佑浩都捂住了眼睛。特调小队全员抱团迎接恐惧，直至一辆玩具车缓缓开来，又突然消失，但它消失的走廊却亮起了灯。徐凯一见到有光，瞬间变脸，怒斥小孩子故弄玄虚，很勇敢地冲了出去，又很狼狈地跑了回来，勇敢了一下，但不多。同样胆小的陈哲远也想刚一下，但坚持的时间比徐凯还要短。这对胆小鬼兄弟相互拉扯着向前又后退，最终只能和全队人一起查看情况。幽深的走廊尽头，玩具车诡异地撞着一扇门，门下缓缓流出鲜红的血液。更恐怖的是，当他们靠近之后，门缝之内一双眼睛一闪而过，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房间内的写字吸引着特调小队进入，他们颤抖着走进了房间。随着房门的关闭，未知恐惧瞬间升级。究竟停运的蜜桃东站隐藏着怎样的秘密？444号车里又有什么在等待着特调小队？徐凯和陈哲远还会贡献怎样的名场面？期待下一期《密室大逃脱之鬼怪车站》。